上周啊，用3期节目讲了孟晚舟案，当时有人就跟我讲，他说王局啊，你这个孟晚舟案里头讲到中国跟美国关于那个间谍方面的换球的事儿，你后来也没下文了，你光讲了孟晚舟的这个结果，那些间谍的事儿呢，你没给我们讲，你给我们讲讲中国跟西方国家这些间谍的故事呗。这些呢，平时国内的媒体也不报道，但是大家又有兴趣。我今天就来讲一讲中国跟西方国家围绕着间谍方面的故事啊。正好上个星期5月15号，中国的苏州的法庭啊，宣判了一个叫梁承运的人无期徒刑，说他是美国间谍。这梁承运呢是个香港人，早年去英国留学，毕业之后呢就去联合国工作，在联合国工作了一段时间啊，他就在美国开始经商了。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他就开始介入一些文化交流活动。1997年，他成立了一个梁氏文化交流基金会。这种基金会啊，在美国到处都是，很多华人都搞啊，一般都是从事一些文化交流活动。这个梁承运也是一样啊，他就把美国的一些演出团体介绍到中国去演出，同时把中国的一些艺术家呀、艺术团体啊介绍到美国去演出。据说搞得还挺成功的。然后呢，在2011年的时候，这胡锦涛访问美国的时候还接见了他。他呢也经常回国。回国呢，他担任了什么连云港啊对外友协的副会长，江苏省啊这对外友协里头他还是什么理事，就把他列为爱国华侨。当时他回国的时候，国务院新闻办啊还专门转发他回国的消息，说是一个爱国华侨，他在美国从事梁氏基金会啊，跟中美之间啊是什么文化的桥梁啊之类的。他在美国搞的这些文化活动中间有2件事值得说一下。第一，他是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的常务副会长，坚持认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那你想想，立场肯定是非常亲中啊。第二，这香港国安立法的时候，他联合了美国其他几个协会啊，发声明支持中国的国安立法，也认为一国两制啊是香港啊稳定的基石啊。那你想想，这肯定是跟中国政府的关系非常密切呀。但是就是这么一个人，在2021年他回国的时候啊，就突然就失踪了，这人不见了，一关2年，5月15号被宣判了无期徒刑，而且罚款50万人民币，非常之重啊！你要知道啊，中国的反间谍法一般来说啊，虽然说最高可以判无期徒刑，但是呢，很少判无期徒刑。中国现在在押的一个美国的间谍，就是咱们在那个孟晚舟换球里头讲的那个美籍华人李凯。他呢，当时实际上也是在美国做生意嘛，把一些飞机的零部件卖给中国。后来中国说他是从事间谍活动，回国探亲的时候把他抓起来了。他后来呢判了有期徒刑10年。但你想想，这个梁承运直接判无期徒刑，而且你知道他今年78了，已经是老头了。按照中国的法律规定啊，超过75岁的人如果触犯刑法的话，都会从轻处理。你毕竟对一个78岁的老头啊，你判10年跟判无期徒刑也没太大区别。你想想，你78岁的老人身体也不太好，你在监狱里头，你稍微要是不注意一点，很可能就挂了，对吧？对一个78岁的老人直接判这么重徒刑，可见中国对这个人是恨之入骨。但另外一方面，可能也是掌握了比较充分的证据啊。但中国的这种间谍罪啊，审判的过程中也不公开，然后呢，你也不知道他到底是触犯了哪个条款，你只是猜，是吧？所以现在很多境外的媒体就猜啊，这梁承运呢，有可能最后呢是一个双料间谍，中国政府所以特别恨他，给他判了这么重。他怎么是双料间谍呢？就2020年7月份的时候，大家都知道中美打贸易战，这特朗普突然宣布关闭中国驻休斯顿的领事馆，要求在几天之内必须撤走。As far as closing additional embassies, it's always possible. You see what's going on. We thought there was a fire in the one that we did close. 后来休斯顿的领事馆被关闭之后啊，美国的情报人员进去打扫战场，据说是发现了一份就是休斯顿的这个领事馆呢跟当地华人的一些名单，这梁承运就住在休斯顿呢。后来据说是这个名单上就有梁承运的名字，美国的情报机构的人就找到梁承运，说你看你在这个名单里哦，你跟中国驻休斯顿的这个间谍窝子有密切的联系，我们都掌握证据了。你现在有2个选择，一个选择在美国坐牢，第2个选择你
给我们 FBI 工作。有人猜测这梁承运后来就怂了，就开始为美国的情报机构工作。不久呢，他回到中国，但是中国的情报机构已经对他这个给美国 FBI 工作的这个情况就知道了，所以就直接把他给扣下了。关了2年之后，判了这个无期徒刑。我觉得这个分析有点道理。为什么呢？一个就是我刚才说的判的极其重，另外一个呢，他被判刑之后，美国政府也包括美国驻中国大使馆都没抗议。那美国大使馆只是说，哎呀，这个我们关注到这件事情了也希望在中国的美国人注意安全。仅此而已。 We are aware of the sentencing of a U.S. citizen in the PRC on charges of espionage. I don't have any updates to offer on any new wrongfully detained designees from here. And again, on the reports of this case, because of privacy considerations, there's a limit to what else I can get into. 所以这梁承运大概率可能就是双料间谍，被中国给摁下来了。那关于中国这个跟西方国家间谍的事情，最近有一个比较重要的新闻，就今年4月26号，中国通过了一部反间谍法的修正案，在今年7月1号正式实施。这个法律现在在海外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中国的反间谍法是2014年第一次通过的，也是在习近平的任上，在此前是没有的。此前大家都知道有个国安，但是国安实际上没有一个反间谍法授权。基本上就是相当于美国的 FBI 嘛，他们想干什么也就干什么。所以习近平上台的时候搞了第一部反间谍法。这个反间谍法倒也正常因为全世界各个国家除了少数国家以外，基本都有反间谍法。但是中国的反间谍法跟西方国家不太一样，就是它的这个关于你一个间谍行为的外延呢，跟很多国家比起来要大得多。比如说你刺探军事秘密国家的秘密文件策反国家工作人员这个全世界都是一样，包括替外国政府在中国工作，就跟美国也一样嘛，外国政府代理人法但是它还有一个例外，它的例外就是说，其他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适用本法。这其实就是个口袋条款。因为什么叫其他？其他就坏了。大家都知道，这中国国内有一个叫寻衅滋事罪，这寻衅滋事罪最可怕的就是有个其他条款，这一其他基本上他看你不顺眼就进去了。前一段时间不是有个复查到中国大陆，那台湾的居民想要加入中华民国的国籍，回去之后被抓起来了吗？后来中国的那个台湾办公室的新闻发言人就说他危害国家安全了。那你想复查，在台湾不就出版一些书籍吗？这书籍大陆认为这就危害国家安全，就可以用反间谍法收拾他。其实早先几年台湾有个叫李明哲的，在台湾这个案子影响很大。他就是在大陆活动期间被大陆的国安抓起来了，判了有期徒刑6年。后来他回台湾之后讲他因为什么被判刑呢？就是说他在中国的网上宣传台湾的民主经验，然后呢还给一些人寄书，台湾的一些台版书。后来被国安人员抓到以后，就说这是危害国家安全。在关押的时候，他是24小时派2个人看着你，不管你上厕所、洗澡，他都监视你。然后也没有对外窗，他所有的对外窗是用黑布遮挡的，那让你不知道白天还是晚上。所以你看到了吗？这反间谍法它不仅仅是反间谍一切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它都可以装到这个法里。所以当时的这个反间谍法出台之后，就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很大关注。但是今年4月26号这部新法颁布之后，更不得了了。它跟过去的旧版的反间谍法比起来发生了几个重大变化。第一个重大变化就是到底什么是间谍行为。咱们不是讲了吗？旧版里头规定的，你刺探国家这个军事机密这个政府的秘密文件策反国家工作人员这个都没问题但是现在新版的反间谍法里头这个边界就扩大的没边了。它采用的一个叫整体国家安全说。他说你除了那些军事秘密以外，政府的秘密文件以外，所有关乎国家安全利益的经济信息、文化信息，这些全都算。那你想想这多可怕。什么叫事关国家安全利益的经济信息？什么叫事关国家安全的文化信息？你有个准确的标准吗？没有你比如说我现在做王巨拍案，我经常在网上征集大家给我投稿。那有些人把国务院的文件发给我，当时贵阳
那大巴不是死了几十个人吗？有人就把他们政府内部的文件发给我，你想想，这个如果要是国安发现了，这肯定就是间谍行为啊！因为在他们看来，很多人看了王菊拍案的节目以后啊，对共产党的统治肯定会产生一些动摇，不太认可这个共产党的这种统治了，那不就是危害国家安全吗？所以现在我要是回国之后啊，肯定是无期徒刑起步啊，这个判我10个无期徒刑。那么你想想，这就是他可以随意认定的这个所谓的整体国家安全说，这不是间谍了，这是想收拾谁就收拾谁，对不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这个国安的权力开始大幅扩张了。大家都知道，过去中国有边控嘛，公安部啊，国安人员呢，一个指令，你这个所有的中国公民，有的时候你就不能出国了，然后外国人你就不能入境了。这次这个反间谍法里头明确授权了，说啊，省级以上的国家安全部门的人，他出于办案需要，直接指令边防部门通知某一个中国公民不能出境了，就必须配合了。这个所谓的边控啊，实际上是个黑箱，因为他其实并没有对你起诉的时候啊，他就可以对你进行边控。中国有一个著名的维权律师叫司伟江，都知道，他前些年就被政府部门给边控了，他不知道他被边控了，就所有的边控没有人通知你，你只有自己出国的时候才会发现。司伟江当时就带着自己的家人要出国旅游，结果到了海关的时候，人通知他说你不行，你出不了，你家人可以出。司伟江后来就发了一个帖子，他就说什么呢？他说你其实可以对我进行边控，但是你告诉我一声，你别等着我们全家人机票都买了，到了边检的时候了再不让我出，对吧？而且说实在的，你被边控了之后，你都不知道找哪个部门去跟他申诉去，你只能等着人某一天给你解封了，你才能出国。所以它就是完完全全是一个黑箱操作，这就是国安所拥有的权利。另外，国安还拥有一项随意指称你是间谍的权利。反间谍法里规定啊，就是你要是进入到了一个敏感区域啊，作为外国人，你就属于违反了这个反间谍法。但是呢，这敏感区域它不告诉你哪是敏感区域，你只要在中国的土地上，你到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可能进入到某一个敏感区域。所以最后导致一个什么结果呢？就是中国政府要是看哪个外国人不顺眼，他就说你去过那个地方是敏感区域，于是你就违反了反间谍法了，你就有可能成为间谍了，就把你抓起来了。对内我们知道这个寻衅滋事啊，是政府看着哪个人不顺眼就可以把他抓的，但是这个寻衅滋事罪啊，对外国人不管用。那么现在呢，有了反间谍法啊，对付外国人也有办法了，就是这个反间谍法。反正我看你不顺眼，你就是间谍。那当时我讲的跟加拿大之间的这个斗法，加拿大人扣了孟晚舟，中国立刻就抓了2个麦克，这2个麦克是间谍吗？肯定不是啊，直接就给抓起来了，投到黑监狱里头，是吧？弄到一个房间里头，24小时开着灯，然后也没有窗户，折磨你们，最后给加拿大州施加压力。最后呢，有一个麦克判了11年，那11年里头有啥证据啊？就是那个一个手机里头有几个图片，而另外一个麦克关了3年了，也没宣判，就这么一直关着，对吧？所以这个反间谍法啊，给中国政府的好处就是它可以随意抓外国人，你任何一个外国人在中国，他看你不顺眼，都可能把你抓起来，就变成一个口袋罪了哈。所以这个新版的反间谍法，在我看来的影响啊，主要有这么2个方面。第一啊，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境内也有一些外国的调查公司。这个外国的调查公司在中国主要是调查什么内容呢？就是调查一些上市公司啊，他们的财务状况啊，或者是一些接受外国公司的委托调查一些情况的。这些在中国啊，原本就游走于灰色地带，在国外啊，这个都是合法的，就私家侦探嘛。但是在中国，由于侦查权本身属于公权力，所以理论上来讲，你这个作为公司是没有办法拥有侦查权的。但是事实上，有一些外国的调查公司在中国活动呢，也做一些公司的尽职调查。但是这些公司应该说以后的生存空间基本没有了。有一家叫美思明日的公司，今年1月份的时候，他的一名新加坡的员工啊就被禁止离境了。然后3月份的时候呢，国安就把这个公司给抄了，然后这家公司的人呢，就有的就给抓起来了。因为你要在中国搞这些调查的话，你不可避免的你要涉及到一些信息的搜集，
那你搜集这些信息，按照中国的就是反间谍法的话，你都有可能触犯这个反间谍法。近年来，某些西方国家为实现对华遏制打压战略，窃取我国军事、军工、经济、金融等重点领域的情报信息活动日渐猖獗。国家安全机关侦办多起专案发现，许多背景复杂的境外机构为规避我国法律法规和重点敏感行业监管，掩饰弱化境外背景，借助国内咨询公司等行业窃取我国重点领域国家秘密和情报。所以在我看来，就整个外国的这种类似的调查公司在中国境内是完全没有任何生存空间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很多外国人，尤其是一些外籍华人，极有可能会成为中国跟西方国家外交斗争的牺牲品。大家都知道，就是2020年的时候，有一个澳籍华人叫程磊，在北京被抓起来了。My name is Cheng Lei. I'm a TV anchor based in Beijing, China, and this is my story. 这程磊呢，他是10岁的时候啊，就跟着自己的父母啊移民到澳大利亚。大学毕业之后呢，他又回北京发展，加入中央电视台的一个数字频道。他呢，在中央电视台没什么名气啊，但是在中国的澳大利亚人的圈子里名气还挺大的啊。他平时的观点呢，其实跟中央电视台也挺一致的。但是就是这么一个人，在2020年的8月份突然消失了。后来中国政府啊就说程磊啊是搞一些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的行为，搞间谍嘛。但是外电普遍分析啊，说这个程磊被抓是因为当时跟中国跟澳大利亚之间的关系啊，这个紧张。因为2020年的4月份呢，这澳大利亚呼吁啊，这个应该对中国的新冠疫情的起源进行调查。那当时中国一听就火了，然后澳大利亚跟中国关系又不太好，又跟美国走得比较近，又想搞什么潜艇啊什么之类的啊，于是就在这种情况下，程磊被抓了，一关到现在也已经3年了，到现在还没放。去年的时候啊，这程磊被起诉了，但是起诉之后1年的时间也没有宣判。那么程磊这个案子，在我看来，很大概率上其实就类似于那2个加拿大人麦克。因为你想想，程磊这样的人，你说他能承担什么情报工作吗？我是不太相信的。大家都知道，这个有另外一个澳籍华人叫杨恒军啊，在2019年的时候在中国也被抓了。但我认为啊，他大概率可能就真的是谍报人员。这个杨恒军早年呢是中国的外交官，后来在香港回归之后不久呢，他就跑到美国一家智库去工作了。2000年的时候呢，他在澳大利亚拿了一个博士学位。后来在2011年的时候啊，他回中国的时候，他当时已经是澳籍了，就被人曾经给抓起来了一下子。后来他释放的时候，他给一个朋友发信，他自己承认他曾经为中国的国安部门工作了10年。后来他出来的时候，他打哈哈，他说他实际上是因为生病，手机联系不了，他把那次就给划过去了。后来这个人呢，这跟中国网上有一个很有名的网红叫冉香结婚了。这冉香啊，熟悉中国互联网的人都知道是第1代网红，还是个五毛。然后这个冉香当时嫁给杨恒军呢，还在网上是个新闻，因为杨恒军是个公知嘛，也是五毛跟公知结婚嘛，是吧？后来杨恒军被抓的时候，他是在广东机场转机，想要转飞到上海，带着冉香，结果杨恒军直接被国安人员给摁下了。冉香呢，允许他去到上海，把孩子放到上海了。后来在北京也接受国安人员的盘问。后来冉香就着急呀，就她丈夫被抓起来了，也不让探视，她就写了一封给习近平的公开信。据说这封信还触怒了中国政府，其实对杨恒军的处理啊，雪上加霜啊。所以你看到了吗？程磊出了事儿以后，他家人都不敢接受采访，非常之低调。大家都知道，在中国，如果你要是越是高调说这件事情啊，其实对你来说越没有好下场。你低调点，可能还好一点。这个冉香后来啊，就一直编控不让他出去。所以我认为杨恒军大概率就是澳大利亚的这个情报部门啊，确实把他收买了。杨恒军基本是不冤，虽然他现在也没判啊，但程磊我认为大概率就是冤枉的。第3个方面就是说，这些所有啊以间谍罪啊在中国被起诉的这些外国人呢，实际上他的权利真的就没有办法得到保障。为什么呢？首先他的审理是秘密的，
他不公开审理，只要是说你是间谍罪，那么审理就不让人旁听了。比如说杨恒军要审理的时候，澳大利亚的这些大使想去旁听，不让旁听。那程磊当时公开审理的时候，澳大利亚大使也想去旁听，也不让旁听。就是根据刑诉法的规定，那么涉及到国家秘密的案件是不公开审理的，那么不公开审理案件呢是不允许那个旁听的。那不让旁听的话，你想想，那作为这个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啊，你就很难得到保障啊。因为他一旦秘密审判，那在法庭上到底发生了什么？那呈堂的证据是不是可靠？是不是有利？那就完全没有任何约束了。This is deeply concerning, unsatisfactory, and regrettable. We can have no confidence in the validity of a process which is conducted in secret. 所以它就成为了一个黑箱，这些人的权利完全得不到保障了，谁也不能保证他会不会成为中国政府的一个棋子。最后我还想说一点，其实这个反间谍罪啊，对这个外籍华人的威胁是最高的。你可以看到，像杨恒军呢，像这个程磊啊，这些人呢，都是外籍华人，包括梁承运。你虽然加入了外国的国籍，但你过去曾经是中国人。第一，中国政府特别恨这些人，因为你是中国人，你后来加入到外国国籍了，叛徒。第二个呢，外国政府啊，要为这些人提供领事保护，他也不像纯粹的本国人那么热心，因为你毕竟过去是中国人嘛。而且这些本国人对他们的同理之心、同情之心，也不会像他原本的本国人那么的有热情。所以中国政府对这一批人呢，其实是最容易收拾的。今天咱们这个故事啊，主要是讲的就是这个内容。我呢，没有什么独家的那些间谍故事，但是我觉得反间谍法这部法律本身呢，对中国社会跟对于中国的对外关系影响啊，可能会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之外，这就是一个口袋罪呀。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我在出狱前，长沙的国安曾经来监狱威胁过我说：“李明哲，你可能刑满，没有办法回来台湾。”根据刑诉法的规定，那么涉及到国家秘密的案件是不公开审理的，那么不公开审理案件呢是不允许那个旁听的。党的20大报告提出，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今天是第8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为